世界媒體報道香港，這些是矽谷銀行的香港上市公司。Bloomberg 包括軟銀、SoftBank 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在內的多家亞洲科技公司已被確定為矽谷銀行 SVB 的潛在風險敞口。矽谷銀行上週表示預計將申請破產。據大衛·韋伯 David Webb 稱，至少有10幾家香港公司的總風險敞口達數億美元。大多數人在向香港交易所提交的檔中將 SVB 列為他們的銀行家。大多數公司淡化了這一披露，稱存入的金額對其運營無關緊要。日本的三井住友信託控股公司和韓國的公共養老基金以及三井住友金融集團也暴露在外。據信 SiteMinder 和 Xero 分別持有6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中國內地提升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前景，新加坡成本高企。Bloomberg 彭博社發布了一項調查，揭示了對香港和新加坡經濟增長的預測。專家預測，隨着中國重新開放以及香港與其競爭對手金融中心新加坡之間的競爭升溫，香港經濟的增長速度可能會快於預期。調查還顯示，經濟學家將2022年和2023年香港 GDP 預測分別上調至 3.4% 和 3.5%， 而早前的預期分別為 2.7% 和 2.8%。預計新加坡今年的 GDP 將增長 1.9%。低於此前估計的 2.2%。經濟學家預計這兩個州的通脹壓力，預計香港的通脹率將在2023年第四季度達到 2.7%， 而新加坡的 CPI 預計將從早先的 4.1% 和 2.5% 上升至2023年的 4.7% 和 2.8%。蔣彥永掌握不少中共的秘密。Bloomberg 中國軍醫蔣彥永 Zhang Yangyong披露了2003年中國 SARS 爆發的全部規模，挽救了無數生命。他12日去世，享年91歲。在宣布 SARS 存在後，政府採取了措施，阻止了這種疾病的傳播。這種疾病影響了來自29個國家和地區的8000多人，導致至少774人死亡。蔣彥永公布疫情的信被官方媒體忽視，但隨後被發表該信的西方媒體獲得。他的資訊導致衛生部部長和北京市市長被趕下台。在揭露疫情後，蔣彥永經常被軟禁，因為他表達共產黨領導人重新評估1989年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民主化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被中國士兵殘酷鎮壓。他還於2004年獲得拉蒙·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並於2007年獲得紐約科學院頒發的凱恩茨 R. 佩格爾斯科學家人權獎，儘管他被禁止離開中國領取獎項。他的去世正值全球對中國政權侵犯人權行為的日益關注之際，例如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待遇、其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以及要求台灣與大陸統一。預計在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奧會期間，中國政權對待政治活動家的方式及其試圖讓記者噤聲的企圖將受到更多關注。多年戴口罩是否影響香港兒童的學習？ Bloomberg 香港越來越擔心兒童長期戴口罩可能對過去3年的發展產生潛在影響。雖然沒有具體證據表明口罩造成了長期損害，但一些學者認為，關於長期佩戴口罩可能對社會發展產生的影響，還有很多東西需要了解。許多人擔心用面具隱藏面部表情可能會阻礙兒童學習如何閱讀情緒的能力，而情緒是語言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口罩對兒童社交生活的影響的擔憂並非沒有根據。當地衛生部門的數據顯示，與2019年的數位相比，2021年被診斷患有言語和語言發育遲緩或障礙的12歲以下兒童人數增加了 26%， 達到略高於5400人。病例的增加與學校長期停課和在線教學相吻合。然而，專家警告說，由於許多變數將影響整個大流行期間的發展，因此就戴口罩如何可能導致或可能不會導致言語和語言延遲或障礙的激增做出明確的結論還為時過早。本月，
香港結束了世界上最嚴格的口罩要求之一。雖然許多父母對規則取消後可能爆發的流感表示焦慮，但有些人對恢復正常的社交活動表示興奮。隨着戴口罩成為全世界爭論的焦點，對發育中的年輕人的影響仍然是教育工作者、家長和衛生專業人員的重要研究課題。習近平在第一屆第3任期講話中呼籲香港長期繁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國總統習近平在中國最高立法活動的主題演講中承諾支援香港和澳門的經濟增長，同時呼籲將兩個特別行政區更好地融入國家的整體發展。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發表講話，肯定了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和祖國統一的執政方針的承諾。由於對地區控制的緊張局勢，支援香港和澳門的自治已成為一個敏感問題。2014年香港的佔領抗議活動突顯了這一點。PS 的長江和記港口40億美元股權出售吸引中國巨頭。Bloomberg。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遠洋海運和招商局集團對 PS International 在長江和記香港港口資產中的少數股權表現出興趣。PSA 正在為其20%的股份尋求40億美元，並正在與顧問合作尋找潛在的競標者。據說其他航運公司也對此次收購感興趣。討論是初步的，公司可能會決定不提出要約。長江和記的業務包括港口、零售、基礎設施和電信。香港最好的印度餐廳。Financial Times。金融時報環球旅行者，香港旁遮普和印度美食指南為美食愛好者推薦了幾家餐廳。該指南為那些尋求付費美食的人提供新旁遮普俱樂部的建議。深紅色的皮革長椅和覆蓋着當代印度和巴基斯坦藝術品的牆壁，而孟買夢想被描述為該市的高級印度美食貴婦，在更傳統的環境中。據報道，厄蘭舒適素食餐廳是該市最早的印度餐館之一，至今仍在蓬勃發展。南印度塔利和清爽清淡的 dosa 是作者的首選。FCC 餐廳被描述為提供體面的印度功能表，作為其廣泛產品的一部分。如果尋求英式印度外賣，這是一個定居的好地方。作者在文章的最後建議那些看過香港電影《重慶快車》的人參觀這座擁擠的建築中的一家較低級別的場所，在那裡可以品嘗傳統的路邊印度美食。母親因香港學校招生賄賂指控被還押候審。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一名向學校校長提供2萬港元（2500美元）以確保兒子獲得名額的婦女，在等待判決期間被還押候審。李俊平承認向公務員提供利益，最高可判處3年監禁和10萬港元罰款。這位母親於2019年6月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原因是她對教育局的中央撥款計劃不滿。首席裁判官崔怡美評論說，除了提供酒精飲料外，沒有其他賄賂比被告事先準備的2個信封更隱蔽地賄賂以掩蓋罪行。謝謝收看香港簡報。